喧嚣共颜符最新调整。这边来看一下8号早上10点的公园服更新内容，调整的条目的话还蛮多的。首先的话是调整了喧嚣分身脚底舞台的初始角度，这个是用来应付求生者躲在一些支脚旮旯的点位啊，因为有时候喧嚣它脚底的区域都只能覆盖到一个面嘛，然后之前放置的分身它跟本体的那个区是共向的，也就是说你放置的分身可能最多也只能上一个标记。然后这波调整了之后呢，分身脚底的区跟本体的区是有所不同的。目前还不知道调整的初始角度是多少度，感觉60度左右应该就可以有更多的面积可以覆盖到那些支脚旮旯求生者，那只要是要通过旋转一次轮盘就可以造成伤害。然后第二条的话是增加了更多可以主动结束分身的状态，也就是说有更多的时候可以提前让那个分身进入到一个冷却的时间。第三条的话是优化了喧嚣分身的可释放位置和手感，比如说像那个月亮河公园的活滑梯，那个位置放分身的话还是比较难放的，这波优化之后呢，可以更快的释放分身。第四条的话是略微降低了喧嚣空中飞人的纵向速度，也就是你翻越所需时间应该是更长了。然后下面的话基本上是对喧嚣一些数值上的调整，比如说分身技能冷却时间从11秒调整成12秒，还有就是位移的技能冷却时间从原先的14秒增加到了16秒，而旋转轮盘的一个冷却时间是从20秒调整成18秒，给求生者上的标记从原先最多存在60秒调整成40秒，这个在吃鸡状态下应该影响不大。比较致命的话是后面几项的调整，首先是求生者离开区之后呢，身上的负面效果持续时间是从原先1秒降低到 0.5 秒，还有就是喧嚣踩板的时长增加 0.2 秒。不过最致命的还是这个分身脚底的区域，它现在的话会有延迟要延迟 0.3 秒才会出现，那这样子的话命中率上面会有所降低。最后的话是分身的最远释放距离从原先的42米下调到32米，这个调整无论是在追击还是控场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削弱。最后的话还有2项修复，第一项修复的话可能是像那种地下室穿模的情况吧，然后后边是攻击期间改变求生者所处舞台会施加多个标记的问题。好了，以上的话就是本期视频内容，我们下期视频见吧，拜拜。